No, you don't say 1 hour. You just said look around. 1 hour for 1 hour for 1 hour. Yeah, Yeah, then you have to finish I in know, I 1 know. hour if. No, more 1 hour 1 hour. 在越南的顺化皇城遇到了临时水要加钱的3轮车司机，让我想起了在这一趟越南行程当中和钱有关的环节似乎都让我不太愉快。像是在美奈参观这个白沙滩之前，帮我预定行程的酒店前台并没有告诉我，到了那里之后需要加钱才能够坐这个 ATV 登顶看日出。又像是芽庄的珍珠乐园套票，说是含有高空滑索的，但是却非要你坐在那里等2个半小时。如果你说是担心影响人数的编排，怕有人说要坐，结果人又没有在场，我也能够理解。但最后却是只要你交钱，他就可以帮你占位排队，这我就搞不清楚，他到底是为了提升顾客的体验感，还是为了挣钱了。又比如在下龙湾的行程里面，酒店的老板帮我预定了一个邮轮之旅，说是有阳台的房间，结果却没有，但最后连一个 sorry 都没有一句。以上的种种我都好想评论一下，当然我也是有遇到很多淳朴的越南人的，像是在语言不同的情况之下点单，老板娘都热情到差不多要亲自下手来喂我吃饭了，因为她看到我没有拿勺子。还有老板娘看到我点的咖啡，因为我觉得太苦没有喝完，她就以为是她自己做错了，打算不收我的钱等等等等。为什么全部是老板娘？每个国家可能都有好人和坏人吧，这太正常了。但是这些旅途当中遇到的人也是我旅行记忆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我真的是好想做一期节目评论一下旅途中遇到的越南人这样子。Mua đi không còn cái chậu ra đây bắt bạn này. Con 5.000 rồi đi bạn, con 5.000 chứ. Con 5.000. Để lấy kiếm 5.000。好了，在开始之前，我将会播放我参观顺化皇城的一些画面给大家。我是先从皇城的外围的几个博物馆开始的，最后才到皇城的内部。在这里有很多文物啊、艺术品啊之类的，都是挺好看的。说到要评论一个人的好与坏呀，他就注定了评论人是没有什么好下场的了，他是一定会招来攻击的，因为要么被评论的人感到不舒服，要么旁观的人认为你太刻薄了，对别人品头品足的，只有尖酸刻薄的人才会这样做吧。同时你自己也必须得足够的完美，你才有资格去评论别人啊。评论一个人是这个样子，如果要评论一群人的好与坏，那就更加的复杂了，你得到的回报将会是加倍的。如果说以这群人所在的国家来进行评论，那就更加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人性里面与生俱来的这种护犊子的心态，就是说我儿子的错，我本人才有资格说他，但是外人是不可以的。也就是说，中国人又或者说其他国家的人他们有不对，就只有中国人，又或者说对应的本国的人可以说，本国以外的人是没有资格说3道4的。第二，等一下，评论人的好与坏，你说的那个好是我认为的那个好吗？你认为按汽车喇叭是不好的，扰人清静，但我认为这样很好啊，这样子提醒了行人要注意安全啊，这个不就是发明喇叭的本意吗？你认为在公共场合大声的聊天很糟糕，但是我认为这样很热闹很自由呢。你觉得小朋友在沙土里面玩耍又不卫生又不安全也不好玩，可是人家可是玩得不亦乐乎呢。这就难办了。哎呀，算了，我放弃我原来的打算，我不评论了，因为如果我的评论不够客观，说不定影响别人的生计呢。算了。我现在最大的幸运就是没有人强迫我一定要选边站，像是有一份在这里等着我要交的作业一样。万幸。其实他带我们来参观的这个博物馆呢，也是有
商业的成分在，所以呢，他就希望我们来这里可以待长一点时间，说不定在这里可以买点东西啊，又或者说，他们有这样子的约定，就是客人待多长时间，可以给他们一点点这个介绍费或者说小回扣这样子吧，所以他就让我们在这里再逛久一点，再逛一下。那我就进来看一下他们这些商品。这些工艺就真的是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这种装饰真的是很像，所以真的是以前的这个文化也不知道是这边在影响着我们广东，还是我们广东在影响着越南。这个场景真的是太熟悉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那种寺庙，每逢过年过节就会很多人聚集在这里，或者说有一些什么粤剧在上演啊，当时看到的这些寺庙，就跟这些就是一模一样的。现在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这个应该就是他们的御花园了。在过去的这个皇帝们的这个审美灯是真是很相似的。你看这些假山，他们这个审美观是很接近的，现在就可能差很远了。就是中国人和越南人的审美就差很远，但是在过去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审美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太熟悉了这里的这一切，这些装修的风格，所用的材质，还有这些文字，简直可以就是说是记忆中才会出现的这些。现在出现在了越南。这栋主景观的这个风格就真的是非常的漂亮。现场在看的这些红色的窗户和这些蓝色、黄色的这样子交叉，营造出来的这个感觉很好。现场看，觉得挺震撼的，挺华丽的感觉，但是又有一点点眼花缭乱。对于历史，我这种小内存的脑袋根本是记不住的呀，并且1000年的是历史，100万年的它也是历史啊，我应该记多少年呢？我又应该记多少呢？说内存小好像又不对，
因为在参观的时候明明就是思绪万千的呀，也许都破亿了呢，这你又能装得下？其实我耍了一个诈，我说是不评论人家越南人，但是却把人家数了个遍，这就有点像把别人骂了一遍之后来一句“我可从来不骂人的”这种感覺。Anyway， 你們能聽得下去就行。地球就這麼一個，至於美還是不美，你說了算。今日係響越南嘅順化市呢度。咁巧咧，我哋住嘅酒店隔離咧就有一間好多人嚟呢度打卡嘅呢一個餐廳。咁酒店前台咧都話呢個係local food 入邊嘅 best。咁所以我哋琴日已經嚟食咗㗎啦。咁今日決定咧過嚟再嚟呢度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度有啲乜嘢食。呢度上菜真係好快嘅。一陣間已經煲好呢個，呢個粥應該係整好咗嘅。入邊有啲蜆肉啦，有啲木耳啦，加埋一啲佢哋啲辣椒油啊咁樣之類。今日我哋兩個都決定係食呢一個蜆肉粥。咁其實佢呢度主要主打嘅咧係呢個蜆肉啊，即係呢個蜆肉嚟到整蜆肉麵啊、蜆肉粥啊、蜆肉粉啊咁樣。仲有一個蜆肉撈飯添，咁所以我了解下咁佢嘅主打其實係呢個蜆肉嚟嘅，就配埋其他嗰啲有啲牛腩啦、豬肉啦、新鮮牛肉牛展啦咁樣，同埋嗰一大煲嘅嗰啲牛肉丸湯、豬肉丸湯、豬紅、牛紅咁樣都有嘅，好味。難怪咁多人過嚟呢度打卡。咁我哋食咗2個蜆肉粥啦，同埋食咗有4隻鵪鶉蛋啦咁樣，所以呢一共係大概19蚊，19蚊你係20蚊人民幣到。